结婚5年没孩子，婆婆每年都要带我做检查，我却在产科碰见老公和大着肚子的小三。婆婆高兴地上去拉住小三的手，温声询问：“这孩子几个月了？”她害羞地低下了头，扬起唇角：“2个月。”我笑了笑，我老公被小三绿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这次我给你挂的可是专家号，一会儿人家要是问你什么，你就如实回答，让医生知道你哪里有问题，好对症下药。我叹了口气，胡乱点了点头。好。婆婆见我不耐烦的样子，她立马横眉瞪眼：“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嫁到我们顾家5年了，肚子没一点动静。2房的女儿都已经那么大了。”婆婆故意提高了音量，惹得周围人都向我这里看。我虽然戴着口罩和墨镜，但还是感觉到尴尬。怀孕本来是2个人的事情，我嫁到顾家以来，婆婆每年都要带我做好几次检查，她话里话外都说我不行，可我每次检查都没有问题。你说一说，现在马上就要到老爷子的寿宴了，要是再不抓紧让自己怀孕，人家2房要是再生一个儿子，燕里在公司的地位就不保了。她的声音依旧很大，周围人窃窃私语，讨论着这件事情。我难堪极了，现在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。我拉了拉婆婆的袖子：“我知道了，妈，你别再说了。我说你几句，你还不愿意听了？你们宋家长辈就是这么教育你的是吗？”婆婆翻了个白眼，她鄙夷地说：“没大没小的东西，这么多年下不出来一个蛋，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要不是燕里当初非要娶你，以为你能嫁进顾家。”她叹了口气，这里面是死了人还是怎么的？检查了这么久还不出来。婆婆观望了一会儿，她快速走到检查室门口：“你们到底检查完了没有？我和我的儿媳妇都已经等了很久了。”我急忙跟到婆婆后面，想把她拉过来坐下。“儿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走到门口，我看见我老公顾燕里在陪一个女人做检查。“妈，宋毅，你怎么来了？”顾燕里脸上瞬间没了血色，她惊讶地问我。我还没有开口，婆婆便一个箭步冲到赵瑶身边，她眼眸里发出兴奋的光芒。“这孩子几个月了？”赵瑶牵起唇角，害羞地低下头：“刚2个月。”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燕里终于有儿子了。”婆婆摸了摸赵瑶的小腹：“等你生下这个孩子，我就让燕里娶你回家。”“不行，我没有说我要离婚。”顾燕冷声说。赵瑶脸上立马没了笑意，她咬着唇委屈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不要什么名分，只要和你有一个孩子就满足了。”我站在门口看着这出好戏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恭喜你呀，顾燕里，你在公司的地位保住了。”“不是的，宋毅，你别误会我。”顾燕里还没有说完就被婆婆打断：“燕里，你给她解释什么？她嫁到顾家来5年，连个蛋都没下，你现在有了孩子，她该为你开心。”我哼笑出声：“我挺为你开心的，开心你被你的白月光绿了。”婆婆走过来，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。我偏过头，眼泪在眼眶打转：“宋毅，你没事吧？”顾燕里伸手来摸我的脸，我打开她的手，立马打开，转头就走了。赵瑶要是顾燕里年少时期的白月光，可以她的身份根本嫁不进顾家。他们2人当初很相爱，后来顾燕里迫于家族压力，只好和他分手，娶了和他有3分像的，算得上门当户对的我。他不爱我知道，他出轨我也不意外。我打车回到家，开始收拾我的行李。顾燕里却一通电话又一通电话的给我打，我把他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然后继续安安静静地收拾我的行李。“夫人，
少爷让你接电话。顾艳丽见我不接电话，他又打到了保姆的手机上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我一手拿着电话，一手收拾着自己的行李。宋毅，你有病吧？你跟我玩什么消失？保姆的手机严重漏音，顾艳丽声音震得问耳朵疼。我没有玩什么失踪，我在家。你现在回趟家，把离婚协议书签。顾艳丽半个小时就赶了回来，她瞪着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，脸色沉了下来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叫做我不行？顾总好歹也是本科毕业的，怎么连这个意思都听不懂？你妈带着我做了10几次检查了，医生都说我没有任何问题。你动脑筋想一想，到底是谁不行？顾艳丽脸色难看极了，她对佣人大吼了一声：“你们都滚出去！”我笑出了声。顾总自己不行，也没必要拿别人撒气吧？顾艳丽一拳头砸在桌子上。宋毅，我没有任何问题，只要是有问题，赵瑶就不会。后面的话他没有说，我也明白他的意思。我开口：顾艳丽，我念在我们夫妻一场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最好带着赵瑶去那机构做一个亲子鉴定。至于我们就这样吧，你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然后明天就要去民政局把婚离了。顾艳丽立马把离婚协议书撕了个粉碎，扔在地上。我说过的，我不离婚的。是啊，他怎么可能这么顺利的离婚？毕竟他可最在意他的名声了。当初他那么爱赵瑶，但还是为了他风光霁月的好名声，抛弃了他。好，既然你不签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毕竟你出轨在先，这婚离起来不难。我提着我的行李箱去我以前买的一所小公寓。嫁给顾艳丽的这3年，我一直都在扮演一个好妻子，为了获得他们一家人的喜爱，一直待在家里当笼子里面的金丝雀。可是我的付出没人能看到，5年到最后换来的却是顾艳丽的出轨。真心换不来爱情，那我就好好的搞自己的事业。结婚5年，婆婆一直逼我生孩子，我一直在顾家扮演金丝雀，都快要忘了我的另一个身份了。我住在我的小公寓里，打开电视就看到了赵瑶的剧。这部剧是大女主，她最近有一部剧刚上映，反响很不错。可现在我一看到她的脸就烦。我拿起手机选了一个下饭的综艺看了起来，手机一直响个不停。顾艳丽不是打电话就是发微信，我被吵得烦躁，索性就接通了她的电话。宋毅，你闹闹脾气也就够了，这么久就不回家，有点过了。我郑重地跟他提出离婚，在他眼里却是闹脾气。我没有闹脾气，我只是觉得我真的该离开了。再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，你说呢？你先回来好吗？那个事情我可以解释的。我冷笑一声，孩子都已经有了，还有解释的必要吗？其实我知道那个孩子并不是他的，婆婆带我检查了这么多次，我都没有问题，所以问题的只能是他。但是他出轨这件事已经毫无疑问了。我挂断了电话，把手机扔在沙发上，继续看作业。不一会儿，门铃声响起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应该是我刚才点的外卖到了，就没多想。结果打开门，却是顾艳丽。她沉着脸走进来，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的小公寓，离开了我。你就住这种地方？我抱着双臂点了点头，心道这房子也不差，就是比他那大别墅小了一些而已。我一个人住这样子的房子也能给我安全感。顾艳丽转过身，宋毅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可能会和你离婚的。等赵瑶生下孩子，我不会再和他有任何来往。这个孩子纯属意外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的，我对这些已经没有兴趣了。结婚的这5年来，我曾经也想过能感化他的心，让他爱上我。
可是不管我怎样默默付出，都感化不了他的心。这几年，他一直和赵瑶藕断丝连。在我们情到深处时，他会因为赵瑶的一通电话就离开我。我给他亲手做的蛋糕，他会拿给赵瑶过生日。过往的种种我都记在心里，他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。所以当我看见他陪着要在产科里做检查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。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声音：我该走了。我现在只希望你不要拖延彼此的时间，这样子耗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你出轨在先，按道理来说你应该净身出户，但是夫妻一场，这么多年你也没亏欠我什么，你给我2个亿，我们以后不要再有任何牵扯了。顾燕里突然笑了：宋毅，你想的还挺好，现在我们夫妻一场，竟然要分走我2个亿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个不可能离，而且这个钱你也拿不到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我的叔叔打来的。我父母双亡，从小在叔叔家长大，结婚他给我打电话从来都是围着顾燕里，不用猜我都知道他的公司最近肯定又出了什么问题，所以需要大家帮衬帮衬。宋毅，我这里有上好的茶叶，听说顾家老爷子要过寿礼了，你来家拿回去送给他。我想要告诉叔叔，我和顾燕里准备离婚了，可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他年纪大了，从小到大一直对我都很好，最近又生病了，如果他知道我过得不好，多少会受点刺激。我无奈地说道：我知道了，再过几天就是爷爷的寿礼，我们离婚的事情等爷爷手里结束再说吧。我刚挂断电话，顾燕里便开口，我想起叔叔说的话，便点了点头。晚上我便开车去叔叔家拿茶叶。我刚到叔叔家，我表妹扫了我一眼：哟，顾家夫人怎么有时间来我们这里了？我听出她是在阴阳我，但是我已无心去计较。我想要绕过宋茜去我舅舅的书房，她却一把拉住了我：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宋茜轻皱眉头，满脸鄙夷地看着我：是不是嫁到了顾家，忘记了从前你是什么样子的人啊？宋茜比我小2岁，我从小寄人篱下，这是她的家，看在舅舅一直照顾我的份上，所以我什么事情都让他2分。在他眼里，我对他的忍让就是怕他。从前他让我在各种宴会上丑态百出，好几次生气想要反击，可是全部被叔叔婶婶劝下来。你妹妹年纪还小，你就让着点她，所以我对她一让再让。可今天我的心情不好，现在也不需要再寄人篱下了，我直接撒开她的手：滚远点，我不想看见你，明天来是找叔叔的，等我拿完东西就立马走。宋茜发现我撒开她的手，脸上闪过一丝错愕与恼怒。你，她不由分说的上来抓住我的头发，她咬着牙说：你以为你嫁到顾家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吗？告诉你，当年要不是我刚成年嫁到顾家的，肯定轮不到你，而且你们2个都快要离婚了，你还在这里装什么装？我被他抓得生疼，也伸手去扯住了他的头发。这时婶婶正好从房里出来：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快点放开手！宋茜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。我虽然看不清她的脸，但是我知道她接下来又要演戏了。妈，她一回来就欺负我，现在嫁到顾家成了顾家太太，她就讽刺看不起我。我实在气不过，明明是我们一家把她养大，她现在却像个白眼狼一样这么目中无人。宋毅，放手！婶婶呵斥道。这场面实在是太过难堪，我自然而然地放下手。叔叔家这几年，他们母女2个一唱一和，将我的名声败坏得一干二净。不是我说，婶婶又想来教导我，
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我现在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们浪费时间。叔叔让我给顾家送去点茶叶，我是来拿茶叶的话，我转身就走。婶婶却突然喊住我：站住！你怎么还有脸拿的呀？为了巩固你在顾家的地位，我们宋家都快要被你搬空了。我们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，你现在不帮衬着点，我们就算了，还偷我们家的东西送给顾家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这些年宋家的生意很不好，是我一直在顾燕里耳边吹枕边风，才有了今天的宋家。要是没有顾家的帮衬，宋家的公司早就倒闭了。我本就不想再和顾家有任何的牵扯，这次看在舅舅生病的份上，想要帮他最后一个忙。可是如今看见这对母女，我瞬间不想要去帮这个忙了。我直接调转了方向，向门口走去，告诉叔叔，不是我不想帮他这个忙，而是你不让。我还没走2步，叔叔便从书房中出来。他看见我两手空空，你们又在闹什么？宋茜双眼瞪着我，像一只恶狠的狼。爸，宋义一回来就欺负我，而且还要偷我们宋家的东西去给顾家巩固他的地位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好，那我以后就再也不会拿了，到时候你们别求着我来帮你们。我放下这句狠话便走了。欠宋家的我早就还清了，至于顾家，我也要尽快和他们断绝所有关系。我走了没2步，宋茜就给我发来消息。我点开是2张图片，大概扫了一眼，无非就是赵瑶恋情曝光，对方疑似是豪门大佬，还有一条就是造谣，疑似怀孕。我说今天我回家，宋茜怎么对我的态度又回到了从前？以前我回到家，她对我还稍有几分敬畏，原来是看到了这条消息。可那又怎样？我现在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人。我翻开通讯录，找出一个人。我们那个新电影的女主定的是赵瑶吗？是的，宋总，她是新生代流量小花，且与原著的人物比较贴近心，所以我们商量下来就定的是赵瑶。我看着我刚做的美甲，漫不经心道：她马上要出问题了，换一个人吧。是。我去了一家我经常去的咖啡店，点了一杯咖啡。这不是宋义吗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？我抬眼看去，这是赵瑶。赵瑶扫了一眼这个咖啡店，赶紧享受享受吧。要是以后你和顾燕里离婚了，你就成了丧门犬。这样子的咖啡店，你怕也是喝也喝不起了。他捂着嘴娇笑着，我勾起唇角，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？他特意露出他无名指上的钻戒。宋义，你这个戒指你眼熟吗？这个戒指是顾家的传家宝，传承给每一代顾家的儿媳妇。当初我嫁到顾家的时候，顾老爷子让婆婆把戒指传给我，可婆婆却说等我以后生了孩子，她才会传给我。嫁顾家的5年内，我的肚子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婆婆一直把戒指保留着。我这会儿却愿意把这个戒指给赵瑶，真是讽刺。当初赵瑶只是一个18线演员的时候，顾家连看她都不愿意看一眼。如今赵瑶终于出名，跃升2线，肚子里还有了孩子，婆婆终于看上了她。我端起咖啡抿了一口道：只觉得讽刺。顾家当年不要嫌弃她的身份，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？我点头道：眼熟。顾家的传家宝吗？所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顾燕里她还不愿意和我离婚怎么办？说出这句话就是专门为了恶心赵瑶。但我要离开顾燕里，但是我也不愿意让他们2个在一起。插足者和背叛者不配得到圆满。赵瑶瞬间恼了，你在得一个什么劲？他这么多年爱的也只有我一个人，你应该也清楚，他和你在一起无非就是因为你长得和我有几分像罢了。
你以为顾燕里是舍不得你吗？他只不过是在乎他的面子罢了。原来他也知道顾燕里爱的只有他自己。我告诉你，宋义，你不过是宋家的一个戴帽千金而已。我现在接到了一个大 IP 电影，很快就会爆火，会跃升一线。之后和顾燕里门当户对的人是我，而你什么也不是。我淡淡的哦了一声，挑眉道：行，祝你成功。不过你接的那个戏不是武打戏吗？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，你确定你方便吗？赵瑶趾高气昂地说：这个倒不用你关心，只是我关心的多余了点。不过你说你的粉丝知道你值3当3的话，他们会怎么做？我说让这部戏的制作人和导演指导你值3当3，而且还有了孩子，你觉得他们会喜欢你吗？赵瑶啊，赵瑶，你最不该惹的就是我。赵瑶唇角荡起讥笑，因为凭现在的你还可以威胁到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身后保护我的人多了去了。轻轻点了点头。哦，我们便拭目以待。晚上回到家，我给我哥哥发去消息，顾燕里出轨了，出轨的对象叫赵瑶，以后我不想在娱乐圈再看见他。至于顾燕里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我嫁到顾家的这几年，顾老爷子对我一直都很好，而且在我小时候，顾延里曾经救过我一命，这是我欠他的。以后就当我们2个两清了。那天我刚起床，就看到赵瑶因为偷税漏税被封杀的消息，电影也换了新的女主角，她因为违约还赔了几个亿。以他在娱乐圈的名气，这一下可能会赔光他所有的存款。我起身去了顾老爷子的寿礼，刚回到老宅，就满面欣喜地拉住我的手：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了呀？家小辈里面就属你最懂事听话，爷爷最喜欢你了。他看了一眼坐在椅子上的顾燕里，是不是这个小子欺负你了？我想起了我们离婚的事情。其实这个事情我不打算瞒爷爷的，可是今天是他的寿礼，我说出来多少有点败坏气氛。我摇摇头，牵起嘴角对爷爷说：没有爷爷，我们2个感情挺好的，好就好。你们赶紧给爷爷生个大胖小子，那时候你们还年轻，要过2人世界。至现在到时候了，现在不生，等上了年纪以后你就难恢复了。我对爷爷笑了笑道：我知道老爷子寿礼过得很顺利，我现在是察觉到我和顾燕里之间出了什么问题，期间问了好几次，我和顾燕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以及我们的感情好不好。吃完饭，我们都上了2楼休息。我已经快要离婚了，再睡到一起多少有些别扭。我又想起他和赵瑶，心里很膈应。我直接走到了顾燕里大哥顾燕青的房间。顾燕青这几年一直都待在国外，他很少回来。我嫁到顾家的这5年，我基本没有见过他。至于那个房间，佣人每天都会打扫，但是里面已经很久没人住过了。我直接推门而进，却看到一个刚从浴室里走出来的男人。我定睛一看，正是顾院里的大哥顾燕青。我急忙捂住眼睛：对不起大哥，我走错了。我赶紧低下头后退了几步。站住！顾燕青喊住我：我和3弟的房间，一个在南边，一个在北边，你怎么可能会走错？我干脆破罐子破摔：好吧，我们要离婚了，所以现在不方便住在一起。我看大哥，你的房间常年空着，所以就想在你这里暂时住一晚。离婚？顾燕青诧异地问我。我点了点头。顾燕青声线清冷：为什么？我念在顾燕里在年少时救过我一命，所以在他们家人面前，我不想败坏他的名声。因为我们2个不相爱了。不相爱？我倒看你一天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，怎么就突然不喜欢了？顾燕青说的没错，
我刚嫁进顾家的时候，确实很爱他。我知道我是赵瑶的替身，我也无所谓。那年我火灾被控时，他就出了我，所以我对他一直有滤镜。可是后面越相处，越发现他与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他或许有一颗善心，但是独独没有一颗爱我的心。结婚的这几年，他的为人与行事风格没有一个我喜欢的。我渐渐对他没了感觉。我回道，当年我嫁给他完全是因为他救过我。后面我发现我对他可能是感恩，不是爱。救过你？顾燕青诧异地看着我问道，他什么时候救过你？我回道，7岁的时候，我遭遇过一次火灾，是他把我救了出去，欠他一条命，所以当时就想嫁给他报恩。但是我错了，我对他不是爱，我对他的报恩也不应该以这种方式，这对2个不相爱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。顾燕清然干笑一声，他跌坐在床上低下头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但是当年救你的人是我。我呼吸一滞，张了张嘴巴，却始终没有发出声来。所以说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认错了人吗？当年那个救我的人原来是顾燕清，可是我对顾燕里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从来都不否认？是因为他需要我？是因为我和赵瑶有3分像吗？他让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默默付出，就像是一个笑话。我至今还记得他背着我往出跑，说等我们出去就定娃娃亲，我们2个要永远永远在一起。我当时不认识他，我只知道他是顾家的孩子。当时我被婶婶和宋倩关在家，除上学，基本没有什么自由的时间。长大之后，顾家和宋家主动提出联姻，我以为顾燕里就是那个救我的人，我欢欢喜喜地嫁了过去。可后来才得知，我不过是别人的一个替身罢了。我告诉自己没有关系，他救了我一命，我能帮到他，那就当是在报恩吧。起火灾中，他救我，我受这点委屈，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后来，他一次又一次地弃我而去，一次一次的失望，一次一次的心如刀割，到最后对他没有了任何感觉。现在他出轨，我还念在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想要曝光他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可现在才得知，这么多年我竟然一直认错了人，我的人生真是个笑话。宋毅，我在房间等了你那么久，你怎么跑到这边来了？顾燕里声音从背后响起，我转过头，扬起手甩了他一巴掌。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顾燕里捂着他的半边脸问我，什么真相？我眼泪当场就落了下来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当年救我的人根本不是你，而是顾燕清。是因为我长得像赵瑶吗？我哑着嗓子问他。顾燕里突然脸色煞白，他那连忙道歉，对不起，宋毅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。我承认刚开始和你在一起是因为你长得像他，是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，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你。我和赵瑶只是意外而已，等他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不会和他有任何联系。我大吼，我不稀罕你的爱，顾燕里，我好恨你呀！一次又一次地扔下我，一次又一次的出轨，告诉我这是我建议的，没关系，毕竟你救过我一命。是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么多年我的付出竟然是认错了人。你让我的人生就像一个笑话，你知道吗？顾燕里想上来抱住我，我急忙推开了他。顾燕清走上来，给顾燕里左脸上狠狠一拳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宋毅，你却要假装是他的恩人，跟我抢走他。我出国之后就不敢再回来，我害怕看到你们2个两情相悦。你不知道这么多年的心有多疼，你却婚内出轨。顾燕里，你对得起谁？一家人听见我们在吵，闻声赶了过来。我无所顾忌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顾老爷子。
我告诉他们，我要离开顾家，我要离婚。顾老爷子拿出拐杖，敲了几下顾燕里，他求我留下来。我摇了摇头，爷爷，我很爱您，但是在顾家，我真的待不下去了，您就让我离开吧。顾老爷子哭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。好孩子，是顾燕里对不起你，你离开顾家以后，常回来看看爷爷，爷爷真的很爱你。最后，老爷子让顾燕里和我离了婚，他给了3个亿的财产。其实我并不缺这些钱。播出了国后，他在国内开了一家娱乐公司，而我就是那个公司的董事长。但是这些钱我还是收了下来，就当是顾燕丽对我的补偿。顾燕丽因为品行不端正，给顾老爷子把公司交给了顾燕青。顾燕青确实很有能力，他上任之后，顾氏集团的发展更加的好。我离开顾家之后，顾月清来找过我好多次，他告诉我他喜欢我多年，当初出国就是因为我嫁给了顾燕里，他接受不了。我笑着回答，我很欣赏你，但是仅仅是欣赏而已，我们之间早就错过了，错过就是错过了，只能说缘分不够，气运不合，人生嘛，总会有点遗憾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